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念和，欢迎来到福寿人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2天，整个世界金融格局之下，仿佛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波动。在黄金市场，表面上看，金价上下波动，似乎多空双方存在分歧。但如果你能观察水面之下的动向，你会注意到有许多体量庞大的资金正在持续购入黄金实物。亚洲的几个主要黄金存储中心库存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不仅仅是普通的消费行为，这背后可能存在着战略层面的资产配置调整。大家逐渐理解了一个现实，当货币的供应量持续增加时，具有历史价值的硬资产往往能体现出其独特的意义。引发广泛讨论的是那个市场传闻中的黄金与石油关联计划，可能已经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你可以思考这背后的影响。以前，国际石油贸易通常以美元结算，未来存在直接以黄金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元在全球贸易中原有的结算优势可能面临调整。规模庞大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协同的力量，他们对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这个信号非常明确，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寻求减少对现有货币体系的依赖。要理解黄金市场，我们需要回过头仔细审视曾经的国际主导货币美元。首先就是那个持续存在的通胀问题，表现得较为顽固。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但观察能源价格和日常消费成本，它仍然保持在一定高位，这让全球投资者感到担忧。如果货币购买力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我们持有的现金资产该怎么办？这些数据影响了市场对美元持续走强的预期。专业的交易员们都在重新评估美联储通过高利率支撑的强势美元还能维持多久。如果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美元的强势是否缺乏坚实基础？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当前国际地缘关系紧张、供应链持续调整、贸易壁垒有所抬头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真考虑将全部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是否风险过大。美元这个曾经被视为全球最可靠的避险货币，现在却因为时常被用作金融制裁工具，加上美国自身不断扩大的债务规模，正在经历一场信心考验。当信用货币的根基出现动摇，全球资本就像受惊的鸟群，急需找到一个真正安全的去处。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短期波动，这是对运行多年的全球金融底层逻辑。一次深刻的审视，如果美元不再被视为绝对安全，我们积累的财富应该投向哪里？这就是黄金市场当前表现背后最宏大的背景音，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那么在过去这2天，市场的交易数据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让经验丰富的投资者都感到意外的情形呢？我们抛开所有消息面的干扰，只看最核心的资金流向数据。黄金市场正在呈现一种典型的非常规表现。首先，看价格和成交量的背离。通常情况下，美元指数处于较高位置时，黄金这类不生息资产因为持有成本上升，往往价格承压。可数据显示，这2天现货黄金不但没有下跌，反而逆着美元强势，一举突破了几个关键技术阻力位。更值得注意的是成交量，纽约黄金期货市场的日均交易量显著增加了接近 40%。 这种放量上行绝非普通散户行为所能推动，这是明显的机构大单进场的信号。其次，市场的情绪指标出现了罕见的分化。一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让传统的避险资金感到顾虑，但另一方面，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的持仓量却在悄然回升。另外，期权市场的数据也透露着某种预期。那些看涨黄金未来价格的期权，其价格波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针对中长期合约的买入量增加较多。这意味着大资金不仅在当前买入黄金避险，更是在为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金融波动提前进行布局。这种异动不可能是市场的随机波动，这是一种无声但明确的信号。当黄金开始不理会美元的走势，甚至出现与美元同步上涨的情况时，就说明市场对现有美元货币体系的信任出现了裂痕。避险资本正在寻找比美元更稳定、更可靠的资产。所有这些迹象都指向一个核心结论：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价格波动，这是一场针对全球资产配置逻辑的深刻反思。这绝对不是普通个人投资者
或者几家对冲基金能够主导的行为。想要影响这个根深蒂固的体系，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考量，是能够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博弈的巨大体量。这个策略的核心，在全球金融领域被称为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与黄金转换机制。它不单是中国金融开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石油美元体系的一次深刻调整。对于产油国来说，这不只是经济考量，更是风险管理的需要。面对美元资产可能因非经济因素受到影响的风险，将石油销售收入转换为没有主权信用风险的实物黄金，成为一种稳健的选择。这个策略一旦进一步推进，意味着美元作为全球能源贸易最主要计价货币的地位正在面临挑战。当每年规模巨大的石油贸易不再必须使用美元结算，原本需要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其运行的那部分巨额资金，就可能改变流向。这些资金会去向哪里？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进入黄金市场。所以我才说，中国的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为黄金的长期需求注入了坚实底层的实体经济支撑，对现有的金融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显得格外清晰。要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回到50多年前那个改变世界的时刻。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当旧的秩序开始演变，而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的时候，黄金作为国际公认的跨越国界的资产，它的战略地位会被重新评估。我们正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这场变革的影响绝对不比当年的尼克松冲击来得小。数据是永远不会撒谎的，它是揭示一个国家战略意图最客观的依据。要看清这场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动向，咱们必须关注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权威数据，还有中国外汇管理局自己的报告，中国央行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的行动。这个记录让全球市场都非常关注。仅在2023年，中国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官方黄金买家，净增持了大约225吨，使其官方黄金储备总量达到了2264吨的历史高位。而且从趋势上看，这一动向仍在持续。这种持续增持黄金的行为绝对不是普通的资产分散，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像高盛、摩根大通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都指出，这种结构性的资产配置调整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世界黄金协会的2024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说得更直接，在危机时期的表现和没有任何违约风险已经成为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主要理由。这反映了全球许多国家对现有信用货币体系一种普遍的、深层次的关注。这种战略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2个字：稳健。最近几年，大家看到了在国际局势变化中，美元是如何被用作政策工具的，这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启示。中国央行的行动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最直接的回应。如果我们对比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差异。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已经降至多年来的低点，而与此同时，它的黄金储备却持续增长。这是一场静默但深刻的资产结构调整，减持那些依赖美国国家信用背书的金融资产，转而增持拥有长期全球共识的实物资产。这表明中国正在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保障。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战略储备行为，不仅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背书，更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情况做好准备。当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如此明确地用实际资产为未来布局的时候，这本身就是黄金市场重要的基本面支撑。咱们抛开所有情绪，单纯从经济学最底层的逻辑来推演一下，为什么中国的黄金与石油关联策略一旦全面实施，金价的走势就不是可能上涨的问题，而是供需关系上必然会发生调整。这里面的核心逻辑就建立在那个最基础，但也最有效的经济学原理上，供需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咱们得理解黄金与石油关联带来的需求规模有多大。石油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大宗商品，每年的贸易额是数万亿美元级别。在过去，这巨大的资金流大部分通过美元体系完成。其次，这个策略改变了黄金的定价逻辑。以前，金价通常被看作是对抗通胀的工具，其涨跌主要取决于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最后这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趋势循环。随着中国这个策略的推进，金价上涨会进一步证明黄金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作用，吸引更多非石油国家也关注这个结算体系，从而可能进一步增加对黄金的需求。咱们得清醒认识到，金砖合作机制早就不只是最初的5个成员国了。随着沙特、阿联酋、伊朗这些重要产油国的加入或申请加入，这个合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请注意这里的战略逻辑。当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和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深化合作的时候，美元作为中间结算货币的角色就可能面临调整。在这个大的合作框架内，一种日益增强的货币多元化共识正在形成。这种共识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出于对自身金融安全的长远考虑。过去48小时的市场动态说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货币进行结算，存在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们看到金砖国家的会议上，不断传出重要消息，成员国之间正在积极推动使用本币进行直接结算，正在探索建立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甚至还在讨论构建一个基于一篮子大宗商品和黄金背书的新的储备货币体系。这是一种重要的集体动向。当印度开始尝试用卢比购买石油，当俄罗斯和中国完全实现本币互换，当巴西公开呼吁建立新的贸易结算机制，这些看起来各自独立的行动汇聚在一起，就成了不可忽视的趋势。他们正在搭建一个金融合作网络，一个不依赖于单一货币体系的平行选择。在这个全新的合作生态里，黄金因为它超越任何单一主权的信用属性，成了连接各国货币、建立信任的隐形纽带。金砖合作机制每增加一个成员，每签署一份本币互换协议，都是在给全球金融格局的多元化增添新的内容，也是在给黄金的长期需求打下更广泛的基础。这个行动的核心就是改变过去几十年的美元资本循环。在那个旧循环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获得美元，然后被迫将这些赚来的资金又投资于美国国债，让资本回流美国，支撑其低利率、高消费的经济模式。这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调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不依赖美债，通过金砖这套机制也能安全地进行贸易、管理财富的时候，美债的流动性可能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而这正是美元国际地位演变的前奏。我们已经看到资金在调整对美国国债的配置。那么，这些巨量的资本和贸易所得到底流向了哪里？答案渐渐清晰，一个基于互利共赢理念的全新贸易合作循环体系正在形成，而黄金正是这个新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价值参照物。过去，金砖国家之间做生意有个难题，不用美元，用谁的货币？直接用对方的货币，又担心汇率波动太大，存在不确定性。但现在游戏规则正在改变，金砖国家正在构建一个巧妙的2层网络，底层是本币结算，比如巴西购买中国商品，用雷亚尔或者人民币；俄罗斯出售石油给印度，用卢布或者卢比，这大大节省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风险。重要的是，这个体系是平等的，没有谁的货币享有特权。大家共同依靠的是黄金这个客观、中立的尺度。我们从相关交易所黄金交易量的显著增加，到多国央行同步增持黄金，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这是新体系开始运转的迹象。黄金正在成为连接新兴经济体们的通用价值语言，它像一个超级连接器，把不同国家的信用体系联系在一起，填补了由于传统货币信用波动而产生的信任间隙。这标志着全球贸易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模式转变，从单纯依赖某一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向实物资产和主权信用并重的时代过渡。在这个新体系里，黄金作为价值参照，为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提供了更稳健的基石。这不光是金融技术的创新，更是公平贸易理念的实践，预示着一个更平衡、更多元的全球金融新格局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对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风险提示。在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如果你手中只有以美元为核心的各类金融资产，可能会面临购买力长期波动的风险。通胀可能不再是短期现象，而是旧体系演进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伴随状况。但是，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
当信用货币的波动性增加，实物资产这类价值载体就会体现出其重要性。这就是我们面前值得关注的历史性机遇。在这种宏大背景下，黄金这类实物资产不再只是防御性的保值工具，它们正在成为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的资产类别。因为在一个信用存在波动的世界里，拥有实物比单纯依赖信用货币多了一层保障。当全球央行都在持续增持黄金以多元化储备时，这本身就是市场发出的明确的趋势信号。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关于财富应该如何储存的根本性思考。旧的单一主导格局正在演变，而以黄金为代表的实物资产正在重新获得重视。所谓的基础演变体现在3个难以忽视的维度，共同构成了美元地位面临调整的现实依据。首先是全球央行储备的货币多元化已成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正在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达到多年来的较低水平。这不是简单的资产轮动，这是各国央行对美元资产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当大家不再无条件增持美债作为安全资产，而是转向黄金和本币互换时，支撑美元价值的重要稳定的需求方正在发生变化。最后，频繁的金融制裁让许多国家彻底认识到，过度依赖美元体系等同于将自身经济安全置于外部不确定性之中。为了金融稳定，建立一套独立于美元之外的支付网络已经成为现实需求。这种结构性的、长期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它标志着2战后形成的单一货币主导秩序正在向多元化方向演进。当我们拨开所有复杂的金融现象，透过表象看本质，会发现这不仅是大国间的经济互动，更是一次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储藏的深刻思考。这一章我们必须做一场清晰而理性的对比，一边是面临诸多挑战的美元信用货币，另一边是历经漫长历史依然闪耀的黄金。首先看最核心的区别，有限 vs 无限。美元本质是信用货币，在现代货币理论框架下，美联储可以通过政策操作创造大量的美元流动性。再看黄金，它的每一盎司都蕴含着真实的勘探、开采、提炼成本和人类劳动。地球上的黄金总量是有限的，它不能被任何政府的政策随意创造，也不能被任何中央银行的印钞机复制。其次，咱们谈谈主权风险。你持有的美元本质上是美联储的负债凭证，它的价值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一旦这个背书主体自身陷入债务困境，或者像我们观察到的，将货币工具用于非经济目的，这张凭证的信用基础就会受到质疑。如果你持有的资产是别人的负债，那么当那个负债主体出现偿付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面临风险。但是，黄金是世界上极少数不属于任何人的负债的金融资产。黄金就是黄金，它不需要任何政府的承诺来证明价值，也不需要任何银行的担保来确认存在。无论是在发达的纽约交易所，还是在动荡地区的边境市场，黄金的物理价值始终得到广泛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在信用货币体系出现波动的今天，全球央行都在持续将黄金纳入储备，因为在极端的金融情况下，只有黄金是那艘始终可靠的方舟。这已经不是投资逻辑的简单转变，这是人类对价值认知的一次回归。当潮水退去，我们才看清谁在坚守。美元主导地位的根基是信用，而黄金的底色是实物。在这一轮史无前例的信用货币体系演进下，黄金正在洗去被市场忽略的尘埃，显露出它作为终极价值储藏的本来面目。这不光是价格的变动，这是价值的本质的回归。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被称为黄金新周期的宏大趋势的起点上。这不仅是分析师的预测，而是基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理性推演。它不再只是市场波动时的短期避风港，而是正在回归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成为新金融格局中重要的信任锚点。对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变局，最危险的做法就是视而不见，最稳妥的策略是理解趋势，顺应趋势。但这绝不意味着明天就要将所有资金投入黄金。具体来说，普通人可以关注下面3个方向性的思路。第一，给你的财富增加稳定性。建议你重新审视家庭的资产配置，将黄金视为财富的稳定器或防护网，而不是短期投机交易的工具。
在你的整体投资组合中，可以考虑配置一个适当比例的黄金相关资产。这部分资产的核心目的不是让你迅速致富，而是在信用货币购买力出现波动，或者股市债市剧烈震荡的时候，能有效地保存你的财富购买力，为家庭财产提供一层基础保障。第二，重视实物本身的价值。在旧秩序演变、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过渡期，各种金融衍生品的波动风险会显著增加。相比于这些合约类产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黄金有着不可替代的安全性。虽然实物黄金流动性相对较低，还存在保管成本，但它没有交易对手风险。黄金就在你手中，所有权明确。在极端假设下，只有物理上真正属于你的资产，才是完全由你掌控的资产。第三，把眼光放长远，避免频繁择时交易。既然我们判断这可能是一个长达数年甚至更久的趋势周期，就不要被短期价格波动影响判断，采用定期定额的思路。每隔一段时间，用固定的资金购入一部分，是普通人平摊成本、规避择时风险的有效方法。不要总想抓住每一个涨跌，因为在这场全球金融格局的大演变中，只有坚持长期视角，把握核心趋势的人，才能最终分享到时代发展的红利。未来的金融波动也许无法完全避免，但黄金作为穿越了千年文明的价值载体，会给那些有准备、有认知的普通人提供最坚实的财富避风港。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最近这令人关注的48小时，用最客观的数据来验证最明确的趋势。这不是情绪渲染，这是由真实交易和价格图表共同确认的市场信号。首先，看资金流向。全球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在过去2天里出现了明显的资金净流入，改变了之前的盘整状态。同时，纽约黄金期货市场的未平仓合约数量显著增加，成交量和价格同步上行。其次，技术图形上，金价已经强势突破了重要的心理关口和技术阻力位。根据最新的技术分析报告，金价在日线图上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多头排列。短期均线向上穿越长期均线，这是标准的技术看涨信号。权威机构的量化模型显示，一旦金价有效站稳当前位置，上方的阻力相对较小，意味着上行空间已经被打开，前方是趋势性通道。再看权威机构的预测，包括高盛、花旗在内的多家国际大型投行，在这48小时内更新了研究报告，纷纷上调了对未来半年到1年的金价预期。他们的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央行购金需求超预期和实物资产价值重估这2个核心逻辑。分析师们特别指出，黄金价格和美国实际利率之间那种传统的负相关关系正在减弱，即便利率维持高位，金价依然可能上涨。这种脱钩现象是极其强烈的看涨信号，说明驱动黄金的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它正在回归货币属性，而不仅仅是作为不生息资产的替代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背离，在美元指数最近并未明显下跌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却创出了阶段新高。这说明市场正在悄悄调整估值体系，不再单纯用美元这一把尺子来衡量黄金的价值。把所有信息放在一起看，无论是资金、技术、图形，还是大机构的预测，所有的指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性反弹，这是一轮趋势性行情的确认信号。市场已经不再犹豫，趋势的号角真的已经吹响。各位朋友，当我们回看这风云变幻的48小时，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金价数字的跳动，而是一个旧时代的调整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从中国黄金与石油关联、战略逐步清晰的布局，到金砖国家万亿级别资产的战略性调整，这一切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全球金融运行的底层逻辑正在被重新审视。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一次普通的市场波动，这是一场静默但深远的全球财富配置调整。当信用货币在通胀和债务的挑战中面临考验，黄金这位历经沧桑的财富象征正在重新获得市场的关注。这场变革不会大张旗鼓地通知每一个人，但它会像水流改变河道一样，悄无声息地重塑世界的财富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认知就是你最大的财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清方向，把握真正有价值的资产，确保自己和家人不会在这场全球性的资产配置调整中被落下。黄金新周期的序幕已经缓缓拉开。
而你正是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者。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场时代变局的强烈脉搏，如果你不想错过未来10年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机遇，请务必给我们的内容点赞支持，并订阅福寿人生这个频道，点亮旁边的小铃铛。对于黄金未来的走势，你认为这轮行情是已经到顶了，还是趋势性上涨的刚刚开始？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知灼见，让我们一起交流。我是苏念和，咱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